皇上频频进出承乾宫，碰了一鼻子的祸也不在乎。六宫嫔妃们暗地里对承乾宫抱怨的抱怨，诅咒的诅咒，但当着皇上的面，他们都一声不吭，乖觉顺势。太后都管不了，旁人还能如何？原想着皇上是一时兴起，可谁知过了这些时日了，皇上对韩氏还是如此癫狂，我真是搞不明白了。皇上手握天下，什么样的女人不巴巴自己送上门来？如今遇到一个野性难驯的，不免被勾起了征服之心，不到手誓不罢休。这就是求之不得，才辗转反侧罢了。我看皇上对韩氏不顾一切，怕是什么过头的事儿他都做得出来的。是啊，皇上如今是盛世天子，做什么都没有顾忌了。皇上又去承乾宫啊？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奴才就是觉得韩主老是给您碰鼻子灰，你也没必要这么上心啊。宫里多的是的主子等着您宠幸呢。你懂什么？朕从来没有求之不得过，猜他喜欢什么，朕很开心。臣妾请皇上安。你怎么来了？皇上可是要去承乾宫？你也来啰嗦啊？皇上，臣妾是担心韩氏，特意前来的。哦。韩氏刚入宫中，未免不习惯，所以才心情烦闷，举止失措。臣妾想着，若是在饮食上有韩部的厨子，给他做些家乡的食物，或者让他的族人就近照顾侍奉，也可解闷儿啊。令主这些主意真是不错。是不错，朕之前怎么没想到呢？除此之外，还有些什么？若不然，就让韩部再进献些歌舞，总比整日闲呆着好啊。好，好，李月啊，都记下了吧？记下了，即刻举办。这。皇上还有事儿，臣妾就先告退了。令嫔啊，还是你贴心啊。起驾。怎么，皇上又没翻牌子啊？自从承乾宫住了人，皇上连牌子都不翻了，这都多少日子了？这敬事房简直不用当差了。你都怨，后宫的主人们岂不是更怨？这叫什么事儿啊？这。自你入宫，边地平静，民生安定。我韩部恩遇远胜诸部，你保重自身，安心于宫中侍奉，莫以阿爹与族人为念，切记，切记。主儿，出去。主儿，皇上又派人送了东西来，您且瞧一瞧吧。我什么都不要，都拿出去。公主。哈利、古丽，你们两个怎么会在这儿？大清皇上派人接我们进宫来伺候公主，说公主一人在这宫中孤单，生活不习惯。公主，我们终于见到您了。
我已经被困在这里了，你们为何还要来？我们就要和公主在一起。主儿，皇上把韩部的厨子也请来了，每日在这承乾宫为您做家乡饭菜，解您的思乡之愁。您瞧，皇上对您多好呀！公主，我听说您在这连吃都吃不惯，这怎么行呢？这些都是咱们家乡的饭菜，您尝一尝吧。皇上，您命内务府为相见公主制的韩部服饰已经得了，请皇上过目。太简素了，告诉他们描金刺绣，还有缂丝珠串都要更精致些。这承乾宫如何了？回皇上，奴才听说这次送去的韩部食物，相见公主都用了，2名韩部的侍婢，公主也都留下了。果真？是。看来令嫔说的没错，想必这服饰做好了，相见会高兴的。自然。永琪啊，最近在宫中的事儿你也瞧见了，不该你的事儿别开口，免得惹祸端。儿子知道。你知道？你是真的知道还是假知道？额娘怎么听说，是你向皇阿玛提议，让韩提去写信给韩氏，让他安心留在宫中的？儿子只希望后宫安宁，皇阿玛可以专注朝政。你呀，这是犯众怒的事儿啊！儿子再不敢了。只是儿子真的不明白，皇阿玛是怎么了。你这皇阿玛，一遇到了韩氏，就像是遇着了一个魔障似的。知道是魔障，也无人劝得了。对了，你在贝勒府里面住得怎么样？习惯吗？碍于宫规，额娘不能去看你。儿子都好。都好就好。你的福晋倒是来过几回，还跟我提起你收了个格格胡氏，温柔娴静，很是不错。福晋都喜欢，胡氏是不错。挺好，有一个可心的人在身边，额娘也放心不少。得空了，带过来给额娘瞧瞧。是。阳华之云，乃香草之名。玉角玲珑，这是你的名字，云角。怎么你阿玛是笔帖式，也不教你写字吗？阿玛时常忙于公务，所以顾不上妾身。再加上他们多少有些重男轻女，说女子无才便是德。对了，贝勒爷，那个福晋是不是把妾身的事情已经告知给于妃娘娘了？福晋不过是例行公事罢了，他夸了你的好。今日额娘跟我说，她让你得空进宫，她想见见你。于妃娘娘要见妾身啊？怎么了？你害羞？我额娘人很好的，你也不用害怕。今日妾身所拥有的一切都是贝勒爷给的，妾身感激还来不及呢。云角，你知道吗？我虽然娶了福晋，相敬如宾，但对男女情爱有之，也是自你而始，所以我应该多谢你。
妾身该多谢贝勒爷才是。这几日韩氏入宫，宫里乱了套。额娘也说，皇阿玛对韩氏是魔障了。但是我现在看着你，倒明白了皇阿玛许多。神灵啊，求你保佑，保佑韩琦死后得以安宁，保佑我韩部族人康健平安，保佑我早日离开这里。香姐啊，你穿了那么久的素白衣饰，还是换上朕为你准备的韩部衣裙吧。朕知道你放心不下韩部，你不是在你阿爹的信里面看到了吗？自从你入宫之后，边地安乐，韩部兴旺，朕会待你的族人更好的。朕已经派人寻回韩琦的尸身了，已经带回韩部厚葬了。朕说的是真的。朕呢，希望韩琦厚葬之后能够安息，你在宫里面能够安心。你可以走了。香姐，朕已经投你所好了，只愿你高兴。我只要在这一日，我就没法高兴。朕知道，朕知道这宫中规矩多，让你有束缚感。没关系，朕再为你造一间殿宇，让你居住，可好？那好吧，朕改日再来看你，你好好的。恭喜皇上，贺喜皇上！什么可喜的？皇上，永寿宫来报，令嫔娘的玉玺已经有3个月了。哦，起驾！皇上，您不去永寿宫瞧瞧？摆驾慈宁宫。令嫔又不是头一回生养了，让她好好养着就行了。对了，李煜，韩部的歌舞安排好了没有？安排好了就即刻入宫，让韩氏解闷儿。这几日就安排好，请皇上放心。甚好。如今啊，皇上连皇嗣都不放在心上了。也是，本宫的孩子啊，都送去寿康宫太妃那儿，皇上哪里当回事儿？您呀，也别气馁，能生孩子就能得宠。等到哪日皇后失宠了，您的地位稳固了，孩子要想回到身边，还不轻而易举吗？这些年要不是你劝本宫，当日在慎刑司，本宫就熬不住了。这不都过去了吗？您呐，得宽心。看皇上如今这个样子，日日不翻牌子，旁人怕是想玉玺都不能呢。这有什么用啊？这皇上最宠爱的，已经是韩氏了。皇上管皇上的，您管您的，奴才就不行。那个韩氏能得宠一辈子，再这么耗下去，迟早有太后和皇亲们看不下去的那一天，出手料理了的。您呐，只管安安心心的，让腹中的龙胎落地吧，啊！额娘的咳气越发重了，皇阿玛也一直未来探视。皇上一直在忙前朝的事儿呢。婉娘娘打量我不知道是吗？整个京城谁不知道？
皇阿玛新得了韩氏，将整个六宫都不放在眼里了。别说皇上的不是了，皇上也没有错。来，额娘，永昌，你这个性子也得改改了。这件事情，咱说不上话。怎么说不上话？宫里的娘娘们大多出身世家，皇阿玛迷恋韩氏，冷落六宫，京城的王公贵族们有多少闲话？皇阿玛的圣誉，哪经得起旁人这样的闲言碎语啊？轮不上，轮不上你说话。儿子在皇子中最年长，不能不尽孝道，劝一劝皇阿玛。你住嘴！儿子也是心疼额娘啊！别再说了，姐姐都咳成这样了，你还不快出去？永正他不懂事儿，你别生气了。儿臣请皇阿玛安。来给你皇祖母请安啊。儿臣去钟粹宫见了额娘，再来慈宁宫请安。你额娘还好吗？不大好。她怎么了？额娘身患咳疾数月，一直未曾见好。皇阿玛难道不知道吗？啊，这近来啊，前朝的事繁忙。等会儿，朕让太医仔细去瞧瞧你额娘。谢皇阿玛。儿臣明日进宫，再来向皇阿玛请安。皇上，三阿哥求见。让他进来吧。这。儿臣请皇阿玛安。起来吧。永璋啊，你的侧福晋给你生了个女儿，有空就带进宫里来，给你额娘瞧瞧，让她高兴高兴。是。你在宫外居住着，应该比宫里面其他的阿哥知道民间疾苦。永琪出宫居住后，也常和朕说起外间风物，你可知道些什么？京城乃天子脚下，物阜民丰，一向安定得很。倒是近日来，宫外头有些流言，事关宫中。什么流言？皇阿玛，自从韩氏入宫，京城内外流言纷纷，都说韩氏是妖姬，克夫不说，还魅惑皇上，动摇我大清江山。这等愚民昏话你也听啊？皇阿玛，可是民间百姓言之凿凿，更何况王公贵族们同样流言蜚语。他们说，自从韩氏入宫，皇阿玛就为了他冷落后宫，无心朝政，盛世清明就要毁在他的手上。是谁教你这些昏话，来藐视君父，余生后宫？皇上息怒了。儿臣不敢。皇阿玛，儿臣也是一片孝心啊！你还敢说？皇阿玛，三阿哥，你早年觊觎太子之位，如今表面安分，实则不轨。皇阿玛，滚！儿臣身为皇阿玛的儿子，皇上息怒，不忍见皇阿玛这些流言污损声誉啊！皇阿玛，再也没有这个不忠不孝的儿子。一片孝心啊！皇阿玛，哎呀，三阿哥，你别说了。儿臣身为皇子，不提才是不忠不孝啊！哎呀，三阿哥，皇阿玛，哎呀，别说了，你真的有如此绝情吗？皇阿玛！哎呦，哎呦，三阿哥，您这是何苦呢？我说的都是实话，并无不孝之念。皇阿玛为何这般待我？三阿哥，奴才劝您一句，如今皇上眼里只有承乾宫那位，您何苦去蹦这个钉子呢？奴才先送您回去吧，等皇上气儿消了，也许就好了。皇阿玛如此绝情。哎呦，哎呦，三阿哥，你怎么吐血了？快传太医！
主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出什么事儿了？养心殿传来的消息说，三阿哥被皇上申斥，受气羞恼，呕了一大口血，人就昏过去了。现在呢？太医已经紧赶着去看了，说三阿哥不易挪动，就住进了协芳殿的旧居。您快去看看吧。贝娇，哎，贝娇，永璋，臣妾给太后请安。不要这么吵吵嚷嚷的，碍着太医诊脉。是。回太后的话，三阿哥气怒交加，惊惧之情直冲心脉，如今五脏六腑的气血都已经乱了，人是万万不能再挪动了，只能留在协芳殿静养。哀家明白了，你赶紧去抓药，看顾好三阿哥。微臣明白，微臣这就去。多谢太后看顾，臣妾替永璋谢过太后。永璋是哀家皇孙，哀家不能坐视不理，更何况此事，除了哀家，也无人敢过问。纯贵妃，哀家听说你嗽疾缠身，伤及到肺腑，你不必在这里熬着了啊！哀家已经都吩咐了，让永璋的福晋们进宫来陪侍。太后，永璋是臣妾的儿子，臣妾恳请太后允许臣妾在这里守着永璋。娘，娘，活不要我！永璋，活不要我！不要怕，额娘在，别怕，皇上不会的，皇上不会不要你。永璋，元烨，额娘对不住你。元烨啊，纯贵妃，你就在这里守着他吧。谢太后。永璋，永璋，下去吧。皇上，喝口茶吧。皇上，您一晚上没说话了，定是担心三阿哥。奴才方才去打听了，纯贵妃和太医都守着三阿哥呢。这个逆子，理他做甚？皇上，三阿哥虽然糊涂，但自从在孝贤皇后灵前失礼，被申斥之后，也无大错。这回真不知是怎么了，这般忤逆皇上。朕也在想，是谁会在背后教唆？那总不能吧？三阿哥也这么大人了，还能听谁的呢？纯贵妃。永璋性子憨直，心无城府。他对着皇上说相见的事儿，皇上怎么听得进去呢？皇上正在兴头上，怎么能容得下自己的儿子说自己的宠妃呢？纯贵妃急得几夜都没合眼，只守着三阿哥。太医说三阿哥惊惧交加，直冲心脉，怕是……海兰，你不要胡说，永璋才多大？倒是纯贵妃，太医说她的咳疾已经伤了肺腑，哪能经得起这般煎熬？得去劝劝她才是。是。求皇上饶了永璋吧！皇上，皇上，饶了永璋吧！还敢到这儿来？臣妾知道都是臣妾的不是，臣妾愿受责罚。这可是你说的。
这些年你做了些什么事情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皇上，臣妾自知不能见容于皇上，让皇上厌弃。但是永璋是无心得罪皇上的。永璋是无心的，可有心的是你。皇后娘娘，皇后娘娘，为何这般急匆匆的？皇后娘娘，纯主惹得皇上大怒，不顾病体跪在雨中，都吐血了。皇上让他回宫养着，他也不听。皇上为何这般动怒？纯主放心不下三阿哥，挣扎着过去向皇上求情，奴才觉得不对劲儿啊，还请皇后娘娘赶紧过去瞧瞧。知道了，你先回吧。这，你回钟粹宫照顾着。臣妾知道了。姐姐，这件事情牵扯韩氏在内，一会儿见着皇上，说话要当心。我知道的，我陪你一块儿去吧。绿云，绿云，绿云，有什么话回宫再说。起来，起来，主，臣妾请皇后娘娘开恩，就让臣妾跪在这儿，直到皇上息怒。皇上，是臣妾不对，所有的责罚都让臣妾一个人受着吧。皇上，是臣妾教子无方。您对纯贵妃的疑心没有断过。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，皇后，此事与你无关，你先回去吧。纯贵妃病中冲撞了您，您就饶恕她吧。朕从未要她在养心殿前现眼，是她执意要如此，这有什么办法？皇上，永璋当时关心臣妾心切，才乱了方寸，冒犯了皇上，是臣妾的错。这当然是你的错，你教子无方，你不能学着当年孝贤皇后教导皇子，你也学人家于妃，人家于妃安安分分当一个好额娘，不像你，心术不正，惹是生非。皇上，臣妾并无此心啊！皇上，你无此心，这是什么？当年素练之死，你和舒家皇贵妃两个人做了多少事情？皇上，珠花的事儿，兴许是舒家皇贵妃嫁祸给纯贵妃的。这珠花是可以再增，但争夺后位是他自己吧？不知道贝珍珍做了多少恶事。纯贵妃姐姐，请皇上允准于妃带纯贵妃回去医治，臣妾有事回禀。罢了，带他们回去。快带绿云回去。纯贵妃重疾在身，今日所为也不过是爱子心切，皇上何必如此严厉？奸夫久在宫闱，竟如此不识大体，引起纷扰。若非他挑唆，永璋怎敢轻言宫闱之事，对相见不敬？永璋确实在言语上冒犯了你，可他也是一片孝心。皇上为了这个韩氏，竟然伤了父子之情，也伤了纯贵妃的心。什么茶？朕喝不惯。这是您一贯喝的雨前龙井啊。李煜啊，去取朕的沙枣花茶来。这。
皇上还在看《洛神赋图》。洛神翩若惊鸿，宛若游龙。操之倾心，痴心可见。再是痴心，也并非两情相悦。可望而不可得，又有什么意思呢？这个中的滋味，也只有自己知道了。如意啊，你也尝尝这沙枣花茶，味道甘甜润喉，朕很是喜欢。如何？沙枣花出自韩部，是韩氏的最爱，皇上是爱屋及乌。皇上，臣妾真的想不明白，对于韩氏，您到底怎么了？如意啊，朕宠爱韩氏，你一定觉得朕冲昏了头吧？可是朕没有办法，你告诉朕，朕到底怎么了？臣妾问皇上，皇上倒问臣妾。朕可以征服一个凶蛮的部族，可却征服不了一个女人的心呢。皇后娘娘，颖妃在殿外求见。皇上，臣妾出去见见颖妃。嗯。给皇后娘娘请安。何事？皇后娘娘，嫔妃们都去了翊坤宫门前跪着，一是为纯贵妃母子抱屈，二是希望皇上可以送走韩氏。皇后娘娘，臣妾不愿以此要挟皇上，但看到纯贵妃如此，也觉得唇亡齿寒。或许皇后娘娘可以从中想到法子，既可以安慰纯贵妃，也可以平息此事，不要越闹越大。你回去吧，本宫会想法子处置。想什么法子啊？身为朕的嫔妃还敢放肆！他们喜欢跪就由着他们跪，看他们能跪多久。皇上，既然您出来了，臣妾就大胆直言，嫔妃们都跪在皇后娘娘宫门口，确实行为失当，但那都只是因为要替纯贵妃母子抱不平。更是因皇上对韩氏的痴恋魔障而起。颖妃，你也这般的大胆？臣妾不得不说出心里话，反正隐瞒皇上是错，直言犯上也是错，那就请皇上任意责罚便是。皇上，您如此为情乱志，会伤了蒙古49部的心，会让咱们怀疑一直仰赖的天子是不是一位英明的君主。放肆！臣妾不是放肆，是伤心。臣妾替纯贵妃和3阿哥伤心，替自己和满宫的嫔妃们伤心，替皇后娘娘伤心，也替皇上您伤心。你少在这里说糊涂话，回自己宫里待着去。主儿，嫔妃们又都去翊坤宫门口跪着了，说是要请皇上让您出宫呢。这还不好吗？
我本就不愿意待在这儿。他们若可以把我归出宫去，我才高兴。皇上，可宫嫔妃在臣妾宫门口跪着，臣妾得去看一看。理他们做什么？一群粗鲁妇人，难道真要由他们为所欲为？朕喜欢一个人要他们允准吗？要跪让他们跪，就算他们跪着，朕也不会送韩氏出宫。皇上既然要留下韩氏，不妨多为他着想，免得六宫深怨。即使韩氏有您的宠爱，他日后如何在宫中和嫔妃们相处度日呢？刚才尹妃说的话是有些急躁，但确实理真情切。皇上确实不应该因一时盛怒，惹得蒙古各部和公卿世家伤心。今日朕是急躁了些，那就晋纯贵妃为皇贵妃吧。永璋语出狂妄，朕暂且不和他计较，让他好好养着。朕会让太医去瞧他。至于庆贵人，这回若是他懂事又懂得分寸，朕就复他清嫔之位。臣妾先替皇贵妃和永璋谢过皇上。至于韩氏那儿，皇上的心思，臣妾总也不敢违逆。但请皇上为韩氏着想，不要再有过分急躁之举，免得六宫不宁。皇后娘娘万安。都起来吧。皇后娘娘，臣妾等跪在此处，但求皇上明白心意，送韩氏出宫，以安慰纯贵妃母子。你们的心思，皇上和本宫都明白了。皇上下旨，封纯贵妃为皇贵妃。皇后娘娘，皇贵妃母子此番受了这等委屈，纵使皇贵妃进了位分，韩氏这个祸根不除，皇贵妃又如何能真得以慰藉？后宫又如何能真得以安宁？咱们姐妹也没办法安心。你们跪在这儿，到底是为了皇贵妃母子，还是为了借此事安自己的心啊？皇后娘娘，是以为臣妾们心意不成吗？你们若诚心，早已跪到养心殿门前了。你们也是怕惹怒了皇上，担不起天子之怒，担不起祸延母族吧？宠爱和悲望在心中交谈，说来你做掌我的冷暖，梦断悲怆。你拉我的手，袖一件孤单，思潮对了，说用来取暖。谁敢命在谁命里，爱恨是双语，一段美丽，另一段无语，远远走来，没有此的未来，被时间交汇。